第六课：情绪觉察与表达。又是一个平静的晚上，但自强和明美的客厅里，气氛却如压力锅般濒临爆炸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明美今天下班后买了一盏新台灯，她觉得这盏灯非常适合家里的书房，但自强却觉得这是一笔不必要的开支。自强忍无可忍地吼道：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和我商量？这种东西根本没用啊！明美冷冷地回应：那你每次又干嘛花那么多钱换手机？吵完后，两人陷入冷战。自强心想，他根本不尊重我。明美则想，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。但他们都没说出口，只把情绪埋在心里。这个故事听起来熟悉吗？很多夫妻都会因为情绪管理不当，陷入无休止的争吵或冷战。今天这堂课，我们将学习如何觉察自己的情绪，并用健康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让沟通不再像引爆火药，而是搭建桥梁。一、情绪觉察。你真的了解自己的感受吗？情绪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信号灯，它们帮助我们辨别需求和感受。如果忽略自己的情绪，我们很容易用错误的方式表达，比如生气的背后其实是恐惧，冷漠的背后可能是失望。自强在那场吵架中看似生气，但事后回想，他真正的感受其实是被忽略。他希望自己的意见被明美重视，但没能用合适的方式表达。如何进行情绪觉察呢？有3个步骤。一、暂停并命名情绪。当你感到不安或激动时，先停下来问自己：我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用具体的词语描述，例如：我感到被拒绝，我觉得焦虑。2、追溯情绪来源，问自己：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？这个感觉和我过去的经历有关吗？3、观察情绪的身体反应，注意你的呼吸、心跳或紧张感，这些都能帮助你更快觉察到情绪的来临。如何练习情绪觉察呢？每天用10分钟记录今天的情绪，并尝试分析情绪背后的原因。例如，今天的情绪是焦虑，原因是工作中的失误。内心的想法是：我害怕自己表现不好，会让别人失望。2、学习健康的情绪表达方式。压抑情绪会让你感到孤立，甚至造成身心疾病，而过度爆发则会伤害人际关系。健康的情绪表达不仅能让对方理解你的需求，还能帮助你释放压力，避免情感累积变成矛盾。情绪表达有3大原则：一、清楚，用具体的语言描述你的感受，而不是模糊地指责对方。2、坦诚，勇于说出你的真实情绪，而不是用其他行为掩盖。3、尊重，在表达自己情绪的同时，也顾及对方的感受。自强的健康情绪表达是：
我刚刚有点生气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被忽略了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买东西之前一起讨论。明美的健康情绪表达是：我理解你的感受。其实我买灯是因为觉得它能让家里更舒适。我下次会提前和你商量。三、掌握非暴力沟通技巧。非暴力沟通是一种以理解和连结为目标的沟通方式，让对话从对抗变成合作。非暴力沟通有4个步骤：一、观察，用客观的语言描述事实，避免批评或判断。错误表达，你老是乱花钱。正确表达，我发现这个月我们在装饰品上的花费增加了。二、感受，说出你的情绪，而不是指责对方。错误的表达，你这样让我很生气。正确表达，我感到有些担忧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控制预算。三、需求，说明自己的需求，让对方知道你的重视点。正确表达，我需要我们在大笔开销前能够有个共同计划。四、请求，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要求对方改变个性。正确表达，下次买东西之前，我们能一起讨论吗？来看看自强与明美的非暴力沟通。自强语气平静地说：首先是观察，我发现最近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没有提前商量，再来是感受，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，因为我想确保我们的财务计划没问题。接着表达需求，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合作和计划。最后提出请求。下次买东西之前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吗？明美回应：一、观察，我也注意到我们这方面的沟通可以改进。二、感受，我觉得有点愧疚，因为没提前和你商量。三、需求，我也希望我们的家可以更和谐。四、请求，我以后会在购物前先问问你的想法。四、情绪对话练习。一、以伴侣忘记了你的生日为情境，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进行对话。二、练习后，双方交换心得，指出彼此表达的好的地方和需要改进的部分。来看看自强与明美演练。自强忘记了明美的生日，明美的非暴力沟通。一、观察，昨天是我生日但我发现你似乎忘记了。二、感受，这让我感到有些难过，因为我很期待你的祝福。三、需求，我需要感觉自己被重视，特别是在重要的日子里。四、请求，我以后可以在我的生日或其他特别日子里提前计划一些小惊喜吗？自强的回应：抱歉，最近工作压力大而疏忽了。我真的非常重视你的生日，我以后会更注重这些细节。现在就把你明年的生日放入行事历，
结婚纪念日也要放进去。5. 课后练习情绪日记与表达清单。1. 每天记录一件让你产生情绪的事件，并用非暴力沟通的4步骤练习如何描述这件事。2. 在下次和伴侣交流时，尝试用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并记录对方的反应与结果。结语：学会情绪觉察与表达，就像为感情装上一个减震器，让夫妻之间的冲突不再成为撞车事故，而是转化为彼此更深层的理解与支持。